我受不了了！停车！抽吧，车都要抽着了。和珅被乾隆任命为江南科举的主考官，然而纪晓岚却死皮赖脸的非要跟着，搞得和珅只好小跑着赶路。为了报复老纪，和胖子决定让他跟下人一起用餐，他自己则是在包间里享用美酒佳肴。小月也因为向纪晓岚表白失败，开始为以后的日子打算。何大人，你看我小月就差这么一点儿。 就进了你们何家的门了。是我的儿子没福。可是你看我现在生活的这，你就不想帮我小月吗？何大人。小月说了这么多，无非是想询问和珅此次江南之行能不能顺便捞一笔养老金。可是没想到和胖子竟一口回绝了。都说和珅无所不能啊，看来也只是一个。那是个什么？营养腊枪头。任由小月如何的嘲讽，和胖子就是不上当，因为他早就提前让刘全去给江南省的官员传递口信，让他们放心大胆的去干。 贪官们得到了好处，自然是百般巴结，特意备了一桌上好的酒菜，等待和珅的到来。然而等了半天，还是不见何大人的踪迹。几人刚准备派人寻找，不料纪晓岚却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。原来老纪在城门口时瞥下和珅一个人悄悄溜走了，看着满满一桌子山珍海味，纪晓岚不由得两眼放光，不等主人邀请就独自吃了起来。 甚至还反客为主，让他们一起上桌。如此厚的脸皮，真是让官员们大开眼界。为了避免尴尬，只好开口询问和珅现在身在何处。河中堂大清官呐，不愿意破坏自己清官的形象，在外边啊走访民情呢。随后，纪晓岚又开始品尝起美酒，仅喝了一口就夸赞起江南的独特风味。一名官员见状，假意逢迎，表示这是江南特有的梅花酒。另外一人则是提议把煮酒的女人叫来，让他把方子交给纪晓岚。不一会，这位女子就被下人硬拽了过来。 风流才子纪晓岚看了一眼，就想好了孩子的姓名。刚好赵姑娘也是老纪的小迷妹，接连背诵了多首纪晓岚发表过的诗词，惹得几位贪官眼红不已。纪大人下车伊始，便得获美人芳心。好兆头，好兆头啊！有如此的美人相伴，纪晓岚当即准备离开此地，根本不管和珅来不来这个问题。然而他刚出府衙，赵青就递给了他一张梅花酒的秘方，还特别强调不能让外人看见。纪晓岚打开一看，发现竟然是赵青想要和他单独见面，于是便激动地答应了下来。 纪晓岚前脚刚走，和珅后脚就到了。看着被老纪糟蹋过的饭菜，和胖子是一点欲望也没有。官员见状，立马让奴婢给和珅来个一条龙服务，不料又被何大人拒绝了。因为有小月在身边监督，他只能装出一副清官的模样。不过这可把总督搞懵逼了。和珅这时表示要去方便一下。啊，来人，好了，解个手，你嚷什么？是，来，不，来，我自个儿去。哎，好，你陪小月姑娘在这说话。原来和珅是想传递消息，所以才借口上厕所，悄悄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小院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和笔，快速写下了一句话。与此同时，纪晓岚也在秘密的约见美人。赵青这次是特意来向纪晓岚举报的，表示此次科举的官员们准备大肆收受贿赂，而他的这个消息也是在一次煮酒时意外偷听到的。当时几位贪官们正商定从每位学子的身上捞取多少两银子合适，其中一位贪官随手竖起一根手指，就把一身清白的考官拉下了水。就当纪晓岚在接受美女的示爱时，和胖子却苦兮兮的在给贪官们开会，要求几人务必严肃考场纪律，绝对不能发生任何舞弊的事情。这可把贪官们搞得一头雾水。其实和珅的这番话全是说给小月听的，眼见把几人都给糊弄住了，和珅立马表示要回客栈去了。不过离开前，他故意将那张纸条扔在地上。我乃做戏，一切照旧。小心纪晓岚，我还真糊涂了，原来如此。和珅一回到客栈，小月就拿柜子把他的房门给挡住了，还特意在他床底下备了一个非常细的夜壶，留给他晚上方便食用。和珅见状，急忙询问如果想解大手内该怎么办。可是没想到小月竟让他使劲的憋着，并告诉他第二天才能将他放出去。你不成家养的狗了吗？到早上起来才放出去一次，倒霉劲儿。憋了一夜的和珅便将怨气发泄到学子们身上，将几个没送银子的人用大枷锁在外面。还向小月表示江南的考场果然纪律严明，足见纪晓岚这个混蛋纯粹是无中生有。就当他洋洋得意之时，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，原来纪晓岚一大早就跑到隔壁调兵去了。